南海归墟中阮黑被鲨鱼咬伤，撑不了多久就要下线了。其实这个角色还是蛮出彩的，但作为鬼吹灯系列的规矩，每一部都要死上几个配角的，因此阮黑的下线是必然，改不了。这里多说一点，一开始潘粤明饰演的胡八一对阮黑是极其不信任的。南海归墟中把胡八一刻画的像是他看不惯底层社会的人一样，甚至在当初关于要不要进底仓的问题上和阮黑发生过肢体冲突。不是说胡八一不通情理，而是说他的确打心里看不上阮黑。剧中为了过审，只能刻意避免谈及一件事，那就是胡八一和阮黑的身份问题。胡八一当过兵，参加过对越反击战，而阮黑就是越南人呐。理解这个身份设定，也就理解了胡八一的心境。当年的战争给胡八一留下了惨烈的记忆，所以他得知阮黑的身份，看到阮黑的脸，就不免会想起自己那些惨死的战友。你让胡八一对阮黑有什么好脸色，那就是那位他了。所以之前胡八一敌视阮黑，不信任阮黑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。如今胡八一和阮黑也算是一起经历过险情，对阮黑也不那么敌视了。而南海归墟中阮黑之死，剧中的设定和原著是有些不同的，剧中做改动，而这个改动可以说是画蛇添足之举呀。剧中的设定是胖子和明叔争夺那个美人鱼，结果争执之间，装美人鱼的那个包掉入了水里。阮黑见状，急忙跳入水中，把美人鱼捞了回来，过程中引起了周围鲨鱼的注意。就在阮黑即将上船的时候，被鲨鱼一口拖入了水中，虽然被救回，但伤情太重，抗不了太久就殒命了。原著里是没有这么波折的，明叔是想和胖子抢那个美人鱼，但根本就没发生什么争执，基本上是胖子一个眼神便把明叔给吓退了，没有美人鱼落水，阮黑去救的剧情。阮黑是掉入归墟的时候摔骨折了，行动不便，胡八一正指挥着众人转移的时候，一头鲨鱼从水里一跃而出，咬掉了阮黑的下半身，身受重伤而亡。他的死完全是大家预料不到的意外，一切发生的都太快了。相对来说，原著里的设定更加合理，因为按照南海归墟剧中的设定，胖子和明叔要背大锅呀。两人都知道美人鱼贵重，怎么可能在争抢的时候都失手了，把美人鱼扔进了水里。而且阮黑被救回来后，潘粤明饰演的胡八一忙着给阮黑包扎伤口，胖子只是和明叔说了句阮黑遇险都怪明叔，之后就没有之后了。可以说按照剧中的设定，说阮黑是被胖子和明叔害死的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可是胖子和明叔没有任何愧疚感，甚至说两人很快就聊起了古猜背后的透海阵，好像是阮黑遇袭，和他们两人没有一丁点关系似的。而且事后胡八一和雪莉杨都没有指责过胖子和明叔，连古猜和多林也没有任何过激的反应，这就很假了。阮黑作为多林和古猜的师傅，实际上更像是父亲，眼看着阮黑要不行了，两人怎么可能一点愤怒都没有，竟然没有人找胖子和明叔讨个说法。后面还有什么明叔把刀给了古猜，什么宝刀配英雄的情节，这人物情绪是不连贯的呀。就是不懂南海归墟剧中如此安排的意义何在，这么安排不就是给胖子这个角色找骂呢吗？而且看不到如此设定背后的用意何在，只能说是纯纯的画蛇添足。要是按照原著，就是个意外事件便好了，整这么一场戏出来，把胖子和古猜的人设都搞崩了。